第一课，全球意识。这是全世界都应该紧急反思的问题。我完全同意。在安哥拉，每334名人口中就有1人面临严重的健康挑战。是的，这些统计数据令人震惊。许多人面临着贫困和资源匮乏等问题。想到每天都有那么多人面临这样的困境，真是令人痛心。没错，安哥拉人民理应享有更好的基本服务，例如教育和医疗保健。当然，教育可以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，赋予个人力量。此外，它还能为后代打开机遇之门。没错，投资教育就是投资国家的未来。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帮助提高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？信息共享至关重要，我们可以在社交媒体上讨论，也可以组织活动。好主意，让社区参与进来，可以赢得支持并促成行动。此外，我们还可以与已经在安哥拉开展工作的组织合作。是的，与他们合作可以扩大我们的影响力，惠及更多的人。让这些声音被听到至关重要，每个人都应该拥有机会。没错，我们可以促进关于如何支持安哥拉发展项目的讨论。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方法。提高意识并采取行动可以产生持久的影响。我们携手合作，就能激励更多人加入这项事业。第二课，寻找新鲜食材。有熟透的西红柿吗？让我去看看这个摊位，他们通常有很多不错的选择。听起来不错，新鲜番茄确实能让一道菜增色不少。没错，它们能增添很多风味。希望它们有一些好吃的。我正在寻找甜味和酸味的完美平衡。没错，选对了番茄，就能把简单的沙拉变成美味佳肴。当然啊，这里有一包熟透的西红柿，看起来真漂亮。太棒了，它们颜色真红。你打算做酱汁吗？是的，我想到用新鲜番茄做意面酱，那一定很美味。听起来真好吃，我超爱自制酱料，味道好极了。谢谢，而且亲手制作东西也很有成就感。我同意，品尝到成果的那一刻，一切努力就都值得了。你喜欢怎么制作番茄酱？我喜欢加入大蒜、新鲜罗勒和少许辣椒来增加辣味。这个组合听起来棒极了，我真想偷学你的秘诀。请随意，烹饪的乐趣就在于分享和尝试。说到尝试新事物，你更喜欢按照食谱做菜，还是不按照食谱做菜？我两种都喜欢，但不用食谱做饭能让我更有创造力。我完全理解，有时候最美味的菜肴往往是即兴发挥的。没错，
我们拿上这些西红柿，看看还能找到什么其他新鲜食材吧。好主意，这个市场里有太多晚餐选择。第3课，庆祝体育胜利。我正在读关于扎托佩克的文章，他参加了多项赛事后，最终赢得了比赛。是的，他太棒了。他不仅在马拉松比赛中表现出色，还在1960年和1964年奥运会上赢得了5000米和10000米比赛的冠军。没错，他真是一位体育传奇，他的决心无人能及。在如此高难度的项目中获胜，令人印象深刻。他真是个实力强劲的选手。这充分展现了他的多才多艺。你还记得他著名的训练方法吗？当然，他坚信要刻苦训练，挑战自己的极限。是的，他甚至还光着脚在雪地里跑步，这可是出了名的。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奉献精神。这才是真正的奉献精神。我敬佩那些付出额外努力的运动员，真的是付出额外努力。他在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上的标志性胜利，也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。当然，他成为首位在一届奥运会上包揽3项金牌的运动员。单凭这一点，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。他为所有运动员树立了很高的标杆。你认为他的心态在他的成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吗？毫无疑问，他坚定的决心和竞争精神是关键因素。我们也不能忘记他的体育精神，他也激励了其他跑者。没错，他证明了团队精神与竞争同等重要。我相信他的精神遗产至今仍在激励着世界各地的运动员。的确如此，庆祝这些卓越的成就，才能让体育精神永存。第4课，大英帝国的遗产。值得深思的是，如果大英帝国无法存续，这对世界意味着什么？的确如此，大英帝国所代表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。没错，帝国影响了全球贸易、文化，甚至语言。确实如此，但是我们也必须考虑殖民化的影响。没错，殖民化既带来了进步，也带来了重大挑战。是的，许多文化都受到了影响，或好或坏。帝国留下的遗产的确十分复杂，有些人对其充满敬意，而另一些人则看到了它造成的苦难。没错，历史很少是非黑即白的，其中有很多灰色地带。鉴于此，您认为我们应该从这一遗产中学到什么？承认成就和不足都至关重要。没错，教育在了解我们的过去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。这有助于防止重蹈历史覆辙。的确如此，了解扩张和控制的欲望至关重要。它提醒我们相互尊重、和谐共处与合作的重要性。
没错，在审视我们共同的历史时，同理心至关重要。是的，通过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，我们可以努力创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未来。说得好，或许我们应该提议成立一个关于历史视角的讨论小组。真是个绝妙的主意，积极的对话能够激发更深层次的理解。让我们集思广益，提出一些话题，并邀请其他人加入我们。第5课，歌剧的复兴。我最近得知一位年轻的网红去了意大利学习歌剧。太棒了！意大利是体验歌剧文化的绝佳之地。没错，歌剧现在非常流行，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中。的确如此，看到年轻人追求艺术梦想，真是令人鼓舞。你认为社交媒体在这次复兴中发挥了作用吗？当然，像 Instagram 和 TikTok 这样的平台，让歌剧演员有机会展示他们的才华。是的，我看过一些在网上疯传的演出片段，这让更多人接触到了歌剧。此外，与流行歌手的合作也让歌剧更容易被年轻粉丝接受。没错，融合不同类型元素会让作品更容易被大众接受，也更令人兴奋。你有没有想过去欣赏一场歌剧表演？我体验过了，感觉就像是把故事情节和美妙的音乐完美结合了起来。的确如此，歌剧所传达的情感往往十分深刻。对于一个歌剧新手，您会推荐哪部歌剧作为入门之选？我推荐《波西米亚人》，它既优美又悲怆，是绝佳的入门之选。听起来太棒了，我听过它的配乐，非常动听。确实如此，而且这个故事捕捉到了青春和爱情的真谛。我认为欣赏歌剧不仅仅是欣赏音乐，还要欣赏精彩绝伦的表演。绝对如此，舞台布景、服装以及演员们的热情，会让你完全沉浸在他们的世界中。我很兴奋能涉足歌剧的世界，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去。第6课，加强团队沟通。我认为与团队保持频繁沟通对于成功至关重要。当然，我会定期安排视频会议，以确保每个人都步调一致。这真是个好策略。你们多久举办一次这类会议？我通常每周吃一次，这样可以保持动力。每周例会可以实现实时信息更新。自从实施这些措施以来，您是否注意到任何变化？是的，团队成员对正在进行的项目更有参与感，也更了解情况。太棒了！透明度能够促进合作精神。当然，我也鼓励大家在这些通话中分享自己的想法。让团队参与讨论可以激发创造力。没错，我发现集思广益能带来创新性的解决方案。你们使用哪些工具来进行这些视频会议？
我们使用可靠的平台，支持屏幕共享和录制功能，以便日后参考。太好了！对于新团队成员来说，能够查阅之前的会议记录非常有价值。是的，这有助于他们快速上手。您还使用哪些其他策略来保持沟通畅通？我建立了一个聊天群组，以便更快地发布最新消息和进行非正式交流。听起来很棒，它能营造友好的氛围。确实如此，幽默往往能在忙碌的时候缓解气氛。轻松愉快的氛围有利于展开对话。没错，我一直都说，快乐的团队才是高效的团队。说得好，让我们努力营造更加互助有爱的团队文化吧。第7课，规划你的假期。在计划行程时，我一直在想，我应该先预定住宿吗？是的，提前预定住宿是明智之举，这能确保您的住宿，让您安心无忧。有道理，我可不想到了之后才发现所有房间都订满了。没错，热门景点很快就会客满，尤其是在旅游旺季。选择住宿时，您会考虑哪些因素？我通常会查看位置、设施以及其他旅行者的评价。这些都很重要。靠近景点可以节省大量旅行时间。是的，而且靠近餐馆和商店也很方便。而像早餐或免费 WiFi 这样的便利设施也能带来很大的不同。当然，一切都是为了提升您的整体体验。您更喜欢住酒店，还是喜欢住度假屋？我都喜欢。酒店提供各种服务，而度假屋则能提供居家般的舒适感。说得对，两者各有优势。这次旅行你会选择哪一个呢？这次我大概会倾向于租度假屋，感觉更温馨私密。听起来不错，而且你可能还有厨房可以自己做饭。没错，烹饪一些当地特色菜总是很有趣。你找到让你感兴趣的地方了吗？我心里有几个选择，我会把链接分享给你，我们一起比较一下。太好了，我们来缩小范围，越早预定，选择就越多。第8课，打造完美的自我介绍。我认为自我介绍会很有帮助，它能为任何互动定下基调。当然，一个好的开场白可以给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。明白了，你认为好的自我介绍应该包含哪些要素？我认为应该以你的名字和友好的问候开始。没错，一个微笑就能带来巨大的改变，对吧？当然可以，那你应该简单介绍一下你的背景或兴趣爱好。这真是个好主意。不过，我们应该包含多少细节呢？恰到好处，
既能引起兴趣，又不会让听众感到不知所措。所以，或许分享一些关于我们自身的趣事会比较合适。没错，有趣的事实能让你更令人印象深刻，也更吸引人。我们不妨在本次研讨会上介绍一下我们的目标。这一点也很重要，它能提供背景信息，并能与他人建立联系。我同意。那么，当我们接触到目标受众时呢？我们应该如何与他们互动？提问是个好方法，它能从一开始就鼓励互动。没错，这能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参与其中，这对于研讨会来说至关重要。我们可以先分组练习自我介绍，然后再进行正式的演讲。太好了，这有助于我们改进配送方式。我很期待听到大家的自我介绍，每个人都会展现出独特的个性。没错，让我们充分利用这次研讨会，互相学习。第9课，找到你的路。是的，沿着这条街走2个街区，然后左转就到了。太好了，我好饿啊！我听说那里的食物棒极了。确实如此，他们的菜单上有各种各样的国际菜肴。听起来真不错，我旅行时喜欢尝试新的美食。我也是，探索不同的口味，真是一次令人兴奋的冒险。说到冒险，你有没有在城市里迷路过？哦，是的，我曾经花了1个多小时才找到一家咖啡馆。后来怎么样了？你最后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结果发现它就在我出发点附近。真有趣，有时候最好的发现往往发生在我们迷路的时候。没错，我绕路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一家迷人的书店。听起来真是个惊喜，书籍和咖啡真是绝配。当然，我喜欢在探索的过程中发现小惊喜。希望这家餐厅是那种隐藏的宝藏餐厅。我寄予厚望，它在网上评价很高。评论很有帮助，他们可以引导你找到最佳去处。没错，不过有时候我也会采纳朋友的建议。是的，个人经历可能比匿名评论更可信。没错，我相信他们的意见，尤其是在食物方面。说到食物，我希望他们有甜点。我确信他们会的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吃点甜食了。第10课，建立新的联系。搬到这里之后，你是如何结交新朋友的？我参加了一些俱乐部和社交活动，这真的帮助我结识了志同道合的人。那真是个好策略。你都加入了哪些类型的俱乐部？我最初加入了一个读书俱乐部和一个徒步旅行小组，这2个组织都非常棒，让我结识了新朋友。读书会听起来很有意思。你们最先讨论的是哪本书呢？
我们读了一本惊悚小说，讨论非常热烈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。真有趣，我猜这一定引发了很多有趣的对话。确实如此，而且我们还会一起分享零食，这真是个意外之喜。吃点零食，聊聊天，听起来很棒。徒步旅行团呢？参加徒步旅行团真是太棒了，大家可以到户外活动，享受大自然。徒步旅行是增进感情的好方法。有没有什么难忘的徒步旅行经历？没错，我们攀登了一条颇具挑战性的山路，沿途风景美不胜收，大家都为我们加油鼓劲。那一定很有成就感吧？之后你们都庆祝了吗？我们做到了，我们在山顶举行了一个小型野餐，非常愉快。听起来你找到了一个很棒的社群。你会给想要结交新朋友的人什么建议呢？保持开放和亲切的态度，参加你感兴趣的活动，不要害怕主动与人交谈。非常好的建议，人们通常都喜欢友好的态度。当然，只要你迈出第一步，就能建立长久的友谊。我或许也该加入几个俱乐部了。第11课，了解历史上的权力。了解中世纪男爵们的权力，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没错，他们的斗争对英国法律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是的，但是必须记住，这些权力不仅影响到贵族，也影响到普通百姓。没错，共享权力的理念为社会正义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视角。这些贵族中许多人都在争夺，最终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特权。的确如此，大宪章的签署就是这种影响的绝佳例证。是的，他确立了一些原则，这些原则最终将推广到贵族阶层之外。他为个人权利，甚至是普通公民的个人权利奠定了基础。有趣的是，大宪章要求国王尊重所有臣民的权利。这至关重要，这不仅仅关乎贵族特权，更关乎公平正义。在许多方面，普通民众开始看到自身权利得到承认的可能性。没错，他们的基层努力最终带来了显著的社会变革。我想知道，如果没有早期的那些争取权利的运动，今天的社会会有多么不同？我们或许无法再拥有我们现在所珍视的民主原则了。没错，了解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珍惜今天所享有的权利。是的，这提醒我们，即使在当代社会，争取权利的斗争也仍在继续。说得好，让我们继续探讨这些历史变革如何塑造了现代治理。第12课，拥抱可持续发展。我注意到，自从我们实施了一些新的做法后，我们的用水量有所减少。太棒了，这听起来对我们和环境来说都是双赢的局面。当然，节约用水不仅可以降低水费，还有助于保护宝贵的资源。
那么，如何减少花园用水量呢？我听说滴灌非常有效。是的，滴灌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浪费，植物的根部直接吸收水分。听起来很棒。你有没有在自家花园里试过这种方法？我已经这么做了，植物看起来更健康了，而且我用的水也少了很多。太棒了！我也应该考虑在我的花园里这样做。还有其他建议吗？使用雨水收集桶也是个不错的选择，它们可以收集雨水，用于灌溉。太棒了！大自然为我们提供了免费的水源，为什么不加以利用呢？没错，而且它还能减少雨水径流，有益于环境。我喜欢这种小改变就能产生大影响的设计理念。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？清洁车道或露台时，不妨考虑使用扫帚而不是水管。真是个好主意，这样可以节约很多水。经常检查水龙头或软管是否漏水也很重要。这些小小的努力积少成多，关键在于用心。没错，携手合作，我们就能养成更可持续的生活习惯。让我们发起一项活动，鼓励我们的朋友们也采纳这些做法。好主意，我们携手合作，就能激励更多人加入可持续发展运动。第13课：时尚前沿。嗨，你看到最新的时尚潮流了吗？是的，我有。现在时尚界发生了很多令人兴奋的事情。在新潮流中，你最喜欢哪种风格？我非常喜欢大胆色彩和宽松廓形的回归，它们能为任何造型增添趣味。听起来很不错。我注意到很多设计师又开始流行90年代的风格了。没错，既让人感到怀旧，又让人耳目一新。你认为这些趋势会持续下去吗？时尚是一个轮回，过时的东西往往会再次流行起来。没错，我在 T 台上看到了一些非常棒的印花图案，看来花卉图案正在强势回归。没错，花卉图案非常适合春夏两季，它们能为任何衣橱增添光彩。说到鲜艳的颜色，你觉得霓虹色怎么样？荧光色绝对是吸睛单品，搭配得当，绝对能让人眼前一亮。我想驾驭如此鲜艳的色彩，需要一定的自信。没错，但如果搭配得当，它们也能非常惊艳。那么配饰方面呢？有没有什么你特别想添加到收藏中的？我太喜欢这种粗犷首饰的复兴了，醒目的饰品真的能提升整体造型。我同意，一条吸睛的项链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造型。时尚归根结底是一种自我表达。确实如此，它反映了性格和情绪。让我们密切关注这些趋势，或许我们自己也可以尝试一下。我非常乐意，时尚可以成为一段
充满乐趣的共同冒险。第14课，谦逊的意义。你有没有想过生于马槽这个短语的含义？是的，这意义深远。想到一个孩子出生在养马的地方，就令人感到自身的渺小。没错，它象征着朴素和谦逊，对于这样一位重要人物来说，尤其如此。这很有意思，因为他的父母找不到合适的旅馆，那一定很不容易。它凸显了他们跋涉的距离和他们所面临的困境。的确如此，他们远离家乡，却依然欣然接受了这个特殊的日子。我发现这个故事能引起很多人的共鸣，这真是太有趣了。没错，它告诉我们，伟大可能诞生于最意想不到的地方。没错，往往最有意义的时刻都发生在平凡的环境中。说到这里，你个人有没有过从平凡起步，最终成就伟业的经历？是的，我的朋友开了一家小型餐车，现在他已经成为当地一家深受喜爱的餐厅。这是一个绝佳的例子，它表明只要有热情和努力，一切皆有可能。没错，这样的故事能激励人心，给人以希望和毅力。确实如此，这提醒我们要珍惜旅程，无论它多么平凡。它鼓励我们去发现自身挑战中的美好之处。是的，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在取得伟大成就之前，往往都经历过艰辛。说得好，让我们记住，即使是最简单的开始，也能开启一段非凡的旅程。第15课，用餐选择。好选择。您想喝点什么？请给我一杯水，保持水分充足很重要。当然，水是必需品。我可能会买瓶气泡水。气泡水能为任何一餐增添一丝清爽，不是吗？没错，即使只是水，也感觉有点高级。说到新奇的东西，你喝过水果浸泡水吗？我还没有。你推荐哪些口味？黄瓜和薄荷味道清爽，柠檬和青柠也十分美味。听起来太棒了，我应该在家试试做做看。很简单，只需将水果切碎，加入水中即可。太棒了，我喜欢这种能提升日常食材风味的简单食谱。没错。哦，我们还可以加些香草，让它更有高级感。真是个好主意，新鲜罗勒配草莓一定美味极了。我很好奇，下次我们应该一起做个实验。我非常期待，我们的水质从此将不再乏味。没错，既然说到这个话题，你喜欢用什么食物搭配饮品呢？我喜欢用苏打水搭配清淡的沙拉，它们简直是绝配。这真是绝妙的搭配。
我喜欢吃咸味菜肴时喝水。咸味菜肴和饮品真是绝配。我们点些美味佳肴来佐酒吧。第16课，如何办理酒店入住手续？我刚办理入住，你知道他们需要哪些文件吗？是的，他们通常会要求出示身份证和信用卡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他们还问我要了身份证和信用卡。最好提前准备好这些信息。他们是否提供了您入住期间所需的所有信息？他们做到了，我收到了所有详细信息，包括早餐时间和 WiFi 接入情况。这很有帮助。如果他们不把所有事情都沟通清楚，确实会让人不知所措。我同意，清晰的沟通能让入住过程顺畅无压力。之前办理入住手续时，您是否遇到过任何奇怪的要求？没错，有一次，他们让我在一本非常精美的书上签名，我感觉自己像是在签署一份皇家法令。真有趣，那一定是一次难忘的经历。确实如此，我忍不住笑了，因为气氛实在太正式了。这让我意识到，酒店也会有一些奇特之处。的确如此，有些地方拥有独特的传统，能让体验令人难忘。说到传统，我想知道这家酒店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当地习俗？那真是个有趣的问题，也许我们可以找个机会问问工作人员。是的，与工作人员交流可以深入了解当地文化。此外，它还有助于建立联系。我总是很喜欢和酒店员工聊天。我也是，这让我们的住宿感觉更个性化。那我们放下行李，去看看这里的设施吧。第17课，晨间仪式。我开始每天早上喝柠檬水，它清爽提神，能让我清醒过来。听起来很有意思。我听说柠檬水有很多健康益处。没错，它能促进水分补充，并提供丰富的维生素 C。我早上需要提提神，我通常只喝咖啡。咖啡固然好，但换换口味也别有一番风味。何不试试柠檬水呢？你说的对，我明天早上试试。太棒了，只需将半个柠檬挤入温水中即可，简单又有效。这看起来很简单，我很好奇，感觉如何？你或许会喜欢这种清爽的味道，它能让你的早晨充满活力。我希望我的日常生活能增添一些活力。你还有哪些晨间习惯？我喜欢在开始一天的工作之前冥想几分钟。冥想听起来很放松，它能帮助你更好的集中注意力吗？当然，这能为接下来的一天定下积极的基调。我以前尝试过冥想，但很难坚持下去。这需要练习，一开始只需几分钟，然后逐渐增加时间。
这是个好建议。冥想后你感觉更有活力了吗？是的，它让我头脑清醒，心情愉悦。我深受启发，我想我会把柠檬水和冥想都加入到我的晨间习惯中。好主意，将它们结合起来，可以让你精力充沛地开启新的一天。第18课，提升语言技能。我注意到，很多人通过阅读英文故事书来提高语言能力。是的，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方法。故事书让学习变得生动有趣。当然，你觉得哪些故事书特别有帮助？我最近读了《小王子》，他的语言简洁却意蕴深远。那真是部经典之作，我很欣赏它所蕴含的宝贵人生哲理。的确如此，故事能够以平易近人的方式传达复杂的概念，这真是令人惊叹。你觉得听英语磁带怎么样？听力同样重要，它有助于提高发音和理解能力。我同意，有时候聆听语言的韵律可以加深我们对阅读内容的理解。没错，我经常听有声书，它们非常适合同时做其他事情。这真是个巧妙的方法。你喜欢听什么类型的有声书？我喜欢悬疑小说，那种紧张刺激的感觉让我全神贯注，沉浸其中。悬疑故事引人入胜，我经常听历史小说来汲取文化养分。听起来很有启发性，通过故事学习历史是一种有效的方法。没错，而且它还能为词汇和表达方式增添语境。没错，我们接触英语越多，英语就越流利。对于英语阅读和听力初学者，您推荐哪些学习资源？我建议从儿童读物和简单的有声读物开始，他们通常更容易理解。非常好的建议，他们提供了坚实的基础，而且不会让人感到不知所措。让我们鼓励其他人探索阅读和听力，以提高他们的技能。当然可以，我们一起努力，就能让语言学习成为一段有趣的冒险之旅。